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李然，你真要去参加老局长的葬礼？同事低声问道。是啊，他对我有知遇之恩，这是最后的道别。我轻声回答。可整个局里只有你一个人去，新局长会怎么看？同事忧心忡忡。我放下整理好的文件，抬头望向窗外阴沉的天空。我只知道人走茶凉是官场常态，但我李然做人有本心，哪怕只有我一个人，也要去送老局长最后一程。那时的我没想到，这个决定会让新上任的赵局长亲手递给我一份离职报告。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母亲常说，人生在世，总要懂些人情世故，可我生来性子直，对那些弯弯绕绕从不擅长。老局长倒是常夸我这点好，说机关单位正需要我这样的人。不曾想他的离世会让我的职场之路陷入如此境地。我叫李然，今年30岁，在市政府某部门做文职工作已有多年。我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只是一个普通的科员，每天按部就班地完成工作，从不张扬，也少有过失，性格使然。我在单位里朋友不多，但和老局长丁松林的关系却格外亲近。丁局长是个公正且有情有义的人。当年我刚进单位，什么都不懂，是他手把手地教我，从文件起草到公文处理，事无巨细，从不厌烦。每当我犯错，他从不当众批评，而是私下里指点，语气温和，却不失严厉。小李啊，工作上的事马虎不得，这次你记住了，下次就不会犯同样的错。这些年来，丁局长多次在考核中提拔我，给我重要项目的参与机会。同事们都说我是丁局长的红人，我自知没有特别的才能，能得到这般器重，全凭兢兢业业，从不偷懒。最近，因为在一个重点项目上的出色表现，我隐约听说有望被提拔到科长岗位，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鼓励和肯定。那是一个阴雨连绵的冬日，办公室主任匆匆进来，神色凝重。丁局长走了，昨晚突发心脏病，抢救无效，一句话如同一记闷棍，打得我晕头转向。丁局长前天还在会上讲话，声音洪亮，精神矍铄，怎么说走就走了？葬礼是后天。办公室主任压低声音，局里没有统一组织，大家自行决定是否参加。他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最后叹了口气离开了。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单位，同事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窃窃私语。让我失望的是，他们讨论的焦点不是悼念丁局长，而是猜测谁会接任新局长，以及新局长上任后会有哪些变动。听说赵明辉要来接任，他可是出了名的强势，那可不好说，局里肯定要大洗牌了。丁松林的人估计要倒霉了。听着这些议论，我心里发酸。丁局长一生正直清廉，鞠躬尽瘁，如今人刚走就被如此冷漠对待，真是人走茶凉啊。更让我心寒的是，没有人提出要组织去参加葬礼，好像丁局长的离世只是一个不值一提的小插曲。李然，你怎么想？要去吗？郑杰是和我关系较好的同事，小声问我。我肯定去，我毫不犹豫地回答。丁局长对我有知遇之恩，这是最后的道别，怎能不去？郑杰欲言又止，最后只是轻轻摇头。你呀，还是这么不会变通。当晚回到家，我把这事告诉母亲，她听后眉头紧锁。你还是太单纯了，在单位里
要懂得察言观色。丁局长已经去世了，而且你听说新局长很可能是赵明辉，他和丁局长的关系并不好。这时候你公开去参加葬礼，等于是在向新局长表明立场。妈，丁局长对我恩重如山，我不能因为怕得罪新局长就不去送他最后一程。那我还是人吗？我有些激动地说。母亲摇摇头，你这孩子就是太固执。好吧，既然你决定了，就去吧。不过要做好心理准备，可能会有一些不愉快的后果。葬礼那天，天空阴沉沉的，飘着细雨。我穿着素色衣服，带了一束白菊花，独自前往殡仪馆。令我惊讶的是，整个局里居然真的只有我一个人来参加葬礼。殡仪馆里除了丁局长的家人，只有几位他的老同事和朋友。丁夫人看到我，眼中流露出一丝欣慰。小李，你来了。丁阿姨，节哀顺变。我哽咽着说，丁局长的教诲和关爱，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丁夫人红着眼圈问，就你一个人来吗？局里其他人呢？我不忍心告诉他实情，只好含糊地说，他们可能有其他安排。丁夫人苦笑一下，没再多问。站在丁局长的遗像前，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想起他生前对我的提携和关爱，种种往事涌上心头。他教我写第一份公文时的耐心指导，他为我挡下批评时的大度庇护，他鼓励我勇敢面对困难时的循循善诱。我深深地鞠了3个躬，在心里默默地说，丁局长，您一路走好，我一定会继续努力工作，做一个对得起您教诲的人。从殡仪馆出来，雨下得更大了，仿佛连老天都在为丁局长的离世而哀伤。回家路上，我接到了张晓东的电话。张晓东是局里的同事，一向八面玲珑，善于钻营，和丁局长的关系一般，因为丁局长不喜欢他做事不够踏实。李然，听说你去参加丁局长的葬礼了？张晓东的语气有些古怪。是的，怎么了？我不解地问。没什么，就是。张晓东停顿了一下。对了，告诉你个消息，新局长已经确定了，是赵明辉，下周就来上任。哦，知道了，谢谢告诉我。我平淡地回应。李然，有句话我得提醒你。张晓东压低了声音，赵局长和丁局长的风格很不一样，你最好适应一下。我皱了皱眉，什么意思？没什么，你以后就知道了。张晓东含糊地说完，就挂断了电话。这通电话让我心头掠过一丝不安，但我很快就把这种感觉抛在了脑后。毕竟，我相信只要自己踏实工作，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果然，第2周一，赵明辉正式上任局长。他个子不高，40多岁，身材偏瘦，一张棱角分明的脸上总挂着淡淡的微笑，给人一种精明强干的感觉。在欢迎会上，他发表了简短有力的讲话，强调要开拓创新，勇往直前，还特别提到要打破旧思维，建立新秩序。讲话结束后，我注意到赵局长的目光在我身上停留了几秒，那种审视的眼神让我莫名的紧张，但我很快就调整了心态，告诉自己不要多想。新领导自然要了解每一位下属。令我没想到的是，从那天起，我的工作环境开始悄然变化。最明显的是赵局长对我的态度，他对其他同事都很和气，唯独对我总是冷冰冰的。在会议上，我的发言常常被他直接忽略，我提交的报告总是被挑出各种毛病，原本属于我负责的项目也被一个个的分配给了其他人，尤其是张晓东。
有一次，我精心准备的一份调研报告被赵局长当众批评。这份报告格式不规范，内容肤浅，没有任何参考价值。我当时差点哭出来，因为我为这份报告熬了好几个通宵，收集了大量的数据和资料。而更让我心寒的是，同事们的态度也开始变得疏远。以前关系还不错的同事，现在见了面只是点头示意，很少再和我聊天。午餐时间，曾经一起吃饭的小组也不再叫上我。我感到自己像是被隔离了一样，孤独地站在办公室的角落。我试着向郑杰了解情况。郑杰，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为什么大家都对我冷淡了？郑杰左右看看，压低声音：李然，你真不知道吗？赵局长对你有意见，大家不敢和你走得太近，怕连累自己。赵局长为什么对我有意见？我做错什么了吗？我困惑地问。具体原因我不清楚，但听说……郑杰犹豫了一下，听说和你去参加丁局长葬礼有关。赵局长可能认为你是丁局长的亲信，怕你不忠诚于他。我一下子愣住了，仅仅因为我去参加葬礼，这太荒谬了。郑杰叹了口气，在官场上，有时候不是对错的问题，而是立场的问题。你最好低调一点，等风头过去。我不甘心就这样被边缘化，决定找个机会和赵局长好好谈谈。终于，在一次部门会议后，我鼓起勇气拦住了赵局长。赵局长，我能和您谈几分钟吗？我忐忑地问。赵局长看了我一眼，微微点头，进我办公室吧。在办公室里，我直接开门见山：赵局长，我感觉最近工作上遇到了一些困难，不知道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够好，希望您能给我一些指导。赵局长靠在椅背上，打量着我。李然，你在我们局工作多久了？7年了。赵局长，7年。赵局长点点头。你自己觉得这7年的工作表现如何？我一直兢兢业业，尽职尽责，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成绩，但也很少出错。我如实回答。赵局长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慢慢地说：李然，工作能力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工作态度和团队精神。你太固执己见，不懂得变通，这在新的工作环境中是很大的缺点。我努力保持冷静。赵局长，如果我哪里做得不好，请您明确指出，我一定改正。比如说，赵局长盯着我，你对新的工作安排总是有抵触情绪，对分配给你的任务完成的不够理想。我知道这是借口，因为最近根本没有什么重要任务分配给我，但我还是耐心解释。赵局长，我对任何工作安排都没有抵触，只是希望能发挥自己的专长。如果您觉得我的工作有不到位的地方，请给我机会改进。赵局长摇摇头。李然，问题不是出在具体的工作上，而是出在你的工作态度和价值观上。有些人无论如何努力，都很难融入新的团队氛围。听到这里，我明白了，赵局长对我的成见已深，无论我说什么都没用，但我还是不甘心放弃。赵局长，请给我一次机会，让我证明自己。赵局长看了我一会儿，忽然话锋一转：听说你和丁松林关系很好。我一愣，不明白为什么突然提到这个。丁局长对我有知遇之恩，教了我很多东西。你是唯一一个去参加他葬礼的人，对吧？赵局长的语气变得微妙。是的，我觉得这是应该的。我坦然回答。赵局长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好了，你先回去工作吧，具体的事情我们以后再谈。走出局长办公室，
我心里五味杂陈。看来郑杰说的没错，赵局长对我的偏见真的与丁局长有关，但我实在想不通，仅仅因为我去参加丁局长的葬礼，就值得他如此针对我吗？接下来的日子更加煎熬，赵局长对我的冷落变本加厉，张晓东则越发得意，几乎成了赵局长的左膀右臂。更让我心寒的是，那些曾经和我关系不错的同事，现在看到我就绕道走，生怕被牵连。终于，在赵局长上任大约3个月后，事情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那天上午，我正在整理文件，办公室主任走过来，神色复杂地说：“李然，赵局长让你去他办公室一趟。”我走进局长办公室，看到赵局长正坐在桌后，面无表情地翻阅文件。见我进来，他抬起头，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坐。李然，赵局长开门见山：“你在我们局工作7年了，也是时候考虑一下今后的发展方向了。”我心里一沉，隐约猜到了接下来的话。赵局长从抽屉里拿出一张表格，推到我面前。这是一份离职申请表，考虑到你的个人情况和局里的整体需要，我建议你主动申请调离。尽管有心理准备，我还是震惊地说不出话来。3个月来的委屈和不解一下子涌上心头。赵局长，为什么？我做错了什么吗？不是做错了什么，赵局长平静地说，而是你的工作能力和风格不太符合我们局目前的需要。我强忍着情绪，赵局长，我一直勤勤恳恳，绩效考核从未出现过问题。如果您认为我哪里做得不好，请给我机会改正。李然，赵局长打断我，这不是个人能力的问题，而是团队协作的问题。有时候，一个人不管多么努力，都难以融入某个环境。与其勉强自己，不如寻找更适合的地方。这是局里的集体决定吗？还是您个人的决定？我直视着赵局长的眼睛，赵局长的表情微微变冷。这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决定。离职申请你可以带回去填，3天内交上来。如果我不填呢？我不甘心地问。那就只能按照工作不适应给予行政处理了。赵局长的语气中带着威胁。我拿起那张表格，心如刀绞。我明白了，我会考虑的。走出办公室，我的眼泪再也抑制不住。7年的付出，7年的忠诚，就这样被一纸离职申请否定了。我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不明白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回到家，我把这事告诉了母亲。母亲听完，长叹一口气。我早就说过，你去参加丁局长葬礼会惹麻烦的。在官场上，表明立场有时候比工作能力更重要。可我只是去参加了一个葬礼而已，这有什么错？我抑制不住地哭了出来。母亲摇摇头，在他们眼里，你去参加葬礼就是表明了对丁局长的忠诚，而不是对新局长的支持。况且你是唯一去的，更显得特殊。我擦干眼泪，突然想到了什么。妈，我觉得不只是这个原因。赵局长针对我的态度太奇怪了，一定还有其他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你打算怎么办？母亲担忧地问。我要弄清楚真相，我坚定地说，不然我这口气咽不下去。接下来的几天，我开始留意赵局长和张晓东的一举一动。我注意到张晓东经常进出赵局长办公室，两人似乎有很多私下的交流。更奇怪的是，有几次我看到张晓东拿着一些文件夹进出局长办公室，上面似乎写着丁松林项目档案，这引起了我的警觉。丁局长生前负责过很多重要项目，
其中有几个涉及大额资金和敏感决策。难道赵局长和张晓东在查找丁局长的旧案，想要否定他的成果，或者另有所图？一天下午，我在复印室整理资料，无意中听到隔壁会议室传来赵局长和张晓东的谈话声。那个东湖项目的事情处理得怎么样了？赵局长问。基本搞定了，手续都在走了。张晓东回答。还有其他人知道详情吗？赵局长的语气变得谨慎。应该没有。丁松林一向谨慎，重要的事情只抓在自己手里。不过，张晓东停顿了一下。不过什么？不过李然之前是项目的参与者，可能知道一些情况。他知道多少？赵局长的声音明显紧张起来。不清楚，但他和丁松林关系那么好，万一丁松林告诉了他什么？幸亏你早告诉我李然去吊丧的事，否则还真不知道他和老局长关系这么近。赵局长冷冷地说，老局长生前一直提拔他，谁知道他是不是他的人？我们不能留这种人，早让他走才安全。张晓东附和道，他们并不是单纯因为我去参加葬礼而针对我，而是担心我知道了什么不该知道的事情，怕我成为他们的绊脚石。东湖项目是丁局长生前负责的一个大型旧城改造项目，涉及大量资金和多方利益。丁局长一直强调要公开透明，严格按规矩办事，不允许任何人借机谋取私利。难道赵局长和张晓东在这个项目上动了手脚？带着这个猜测，我开始更加留意与东湖项目相关的信息。我查找了之前参与项目时的一些资料，发现最近项目的规划和预算似乎有了重大调整，而这些调整都是在丁局长去世后由赵局长批准的。更可疑的是，负责项目开发的公司从原来的国企变成了一家名为宏远地产的民营企业。通过一些公开渠道，我了解到这家公司的背景很复杂，有传言说与某些高层领导有关联。这一切都太巧合了。我越来越确信赵局长和张晓东在东湖项目上做了手脚，而他们害怕我知道内情，所以急于把我赶走。思考再三，我决定采取行动，但我不能鲁莽行事，必须找到确凿的证据，否则不仅无法揭发他们，还可能给自己带来麻烦。我开始秘密收集与东湖项目相关的资料，包括丁局长生前的批示、项目的初始规划、变更记录等。我还试图联系项目中的其他参与者，希望能获取更多信息。在这个过程中，我意外发现丁局长生前留下的一些文件中，隐约提到张晓东曾利用职权为某些开发商提供便利，并有证据表明赵明辉与这些违规行为有联系。这些材料不是很完整，但足以证明他们确实存在问题。就在我收集证据的同时，离职申请的最后期限已经到了。赵局长派人催促我交表，我只好以各种理由拖延，这引起了赵局长的不满。他开始对我施加更大的压力，甚至在一次会议上公开批评我工作态度消极，不服从管理。局里的气氛更加紧张了，同事们对我的态度从疏远变成了回避。我感到自己像是走在钢丝上，随时可能坠落。终于，在一次局务会议上，我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怒和委屈，决定反击。会议讨论到东湖项目的进展时，赵局长正在讲解最新的规划方案，声称这是为了更好地服务民生，提升城市品质。我举手示意要发言，
赵局长显然没料到我会在这时候开口，脸色微变，但还是点头允许。李然有什么要说的？我站起来，深吸一口气。关于东湖项目，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会议室里一片寂静，所有人都盯着我，有的惊讶，有的担忧，还有的带着看热闹的心态。作为之前参与项目的工作人员，我注意到最新的规划与丁局长当初的设想有很大出入。我镇定地说，原本的设计是以保障性住房为主，满足中低收入家庭的需求，但现在的规划却变成了高档商品房，这与项目的初衷相违背。张晓东马上反驳，李然，你对项目了解不够深入，当前的调整是基于市场需求和经济效益的考虑，完全符合上级政策，是吗？我看着他，那为什么负责开发的公司从国企变成了宏远地产？据我所知，这家公司的背景很不透明，与某些人有着密切的利益关系。赵局长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李然，你这是什么意思？你在暗示什么？我没有暗示什么，只是陈述事实。我直视着他。东湖项目涉及巨额资金和众多居民的切身利益，我们应该严格按照规定办事，不能有任何违规操作。够了！赵局长拍案而起。李然，你这是在散布谣言，恶意诋毁领导决策。会后到我办公室来一趟。会议在一片尴尬的气氛中结束。同事们走出会议室时，都刻意与我保持距离，只有郑杰悄悄给了我一个鼓励的眼神。走进赵局长办公室，我看到张晓东也在那里，两人的表情都很难看。李然，你今天的行为已经严重违反了纪律。赵局长冷冷地说，散布不实言论，公开质疑领导决策，这是要负责任的。赵局长，我只是说出了自己的疑虑。如果东湖项目真的没有问题，为什么不能公开透明的讨论？我据理力争。你知道的太多了。张晓东突然插话，语气中带着威胁。有些事情知道了对你没好处。赵局长瞪了张晓东一眼，示意他闭嘴，然后转向我。李然，看在你多年工作的份上，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现在填写离职申请，我可以既往不咎，否则我会按照严重违纪处理，后果你自己承担。我深吸一口气，知道已经到了关键时刻。赵局长，我手上有一些丁局长留下的资料，其中记录了张晓东利用职权谋私的证据，以及您与某些违规行为的关联。如果我真的离开，这些资料可能会被送到有关部门，这是一个冒险的赌注，因为我手上的证据并不完整，但我必须一试。赵局长和张晓东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两人交换了一个眼神。赵局长强作镇定，李然，你这是在威胁领导？不是威胁，是在陈述事实。我平静地说，我只想讨一个公道，让东湖项目回归正轨，按照丁局长的初衷来实施。张晓东慌了神，李然，你不要胡说八道，什么证据？根本没有的事，是吗？我冷笑一声，那为什么东湖项目的性质突然改变？为什么开发商换成了宏远地产？如果一切都合法合规，为什么这么急着赶我走？赵局长沉默了一会儿，忽然换了一种语气，李然，或许我们之间有些误会，东湖项目确实有一些调整，但都是为了更好的推进工作。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意见，我们可以坐下来慢慢谈。我看得出他是在试探我，看我手上到底有多少证据，同时也是在缓兵之计。现在谈还来得及吗？
我反问赵局长：“我尊重您的职位和权威，但我更尊重事实和原则。丁局长生前最关心的就是东湖项目，他希望这能真正造福百姓，而不是成为少数人谋利的工具。”张晓东插嘴道：“李然，你不要把事情搞得这么复杂，大家都是同事，有什么事不能好好商量？那些所谓的证据，肯定是你误会了。”就在这时，办公室的门突然被敲响，办公室主任探头进来：“赵局长，上面来人了，市委督察组的王主任要见您。”赵局长一愣，随即回过神来：“请他进来。”一位面容严肃的中年男子走了进来，后面跟着几名工作人员。赵局长迎上去：“王主任，您好，有什么指示？”王主任没有寒暄，直接切入主题：“赵明辉同志，我们接到举报，称东湖项目存在违规操作，上级决定立即展开调查。从现在开始，项目所有相关文件和材料全部封存，任何人不得销毁或转移。”赵局长的脸色更加难看：“王主任，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东湖项目一直按照规定程序进行。”王主任打断他：“是不是误会？调查后自会清楚。”他转向我：“你是李然同志吧？请跟我们走一趟，我们需要了解一些情况。”我惊讶地看着王主任，不明白他怎么知道我的名字，但我很快镇定下来，点头答应：“好的，我随时配合调查。”王主任又对赵局长说：“赵同志，你和张晓东同志也需要配合调查，请准备好相关材料。”离开办公室前，我看了一眼赵局长和张晓东，他们的表情既愤怒又恐惧，特别是张晓东，脸色煞白，手足无措。在市委督察组的办公室里，王主任详细询问了我关于东湖项目的情况，以及我所掌握的证据。我把所有知道的都告诉了他，包括我偶然听到的赵局长和张晓东的谈话，以及我收集到的丁局长留下的一些材料。李然同志，你做得很好。王主任听完我的叙述，表情严肃：“实际上，我们早就注意到东湖项目的异常变化，只是缺乏确凿证据。你提供的信息为我们打开了突破口。”王主任，我还有一个疑问。我忍不住问道：“您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王主任微微一笑：“是丁局长的夫人向上级反映了情况。他说，丁局长生前很看重你，认为你正直勇敢，是个值得信任的人。当他发现东湖项目的变化后，猜测可能与丁局长的突然离世有关，就向上级反映了情况。”我瞬间明白了，原来如此。我以为只有我一个人在关注这件事，正义也许会迟到，但不会缺席。王主任说：“接下来我们会全面调查东湖项目，包括赵明辉和张晓东的问题。你放心，我们会给丁局长一个交代，也会给你一个公道。”几天后，调查结果出炉，赵明辉和张晓东在东湖项目中确实存在严重违规行为，他们利用职权改变项目性质，将保障房变为商品房，中间谋取巨额利益。更严重的是，有证据表明他们与丁局长的突然离世可能有关联。丁局长生前发现了他们的问题，准备举报，而他们为了阻止这一切，可能做了些不可告人的事情。赵明辉和张晓东被停职接受调查，最终以涉嫌贪污、滥用职权等罪名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东湖项目也恢复了原来的规划，重新以保障性住房为主，造福当地居民。
单位里来了新局长，是一位资历深厚、作风正派的老干部。因为在这次事件中的表现，我受到了组织的肯定，被提拔为科长，负责监督东湖项目的后续工作。一天下班后，我去看望丁夫人，告诉她事情的结果。丁阿姨，案子已经结了，赵明辉和张晓东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东湖项目也恢复了原来的规划，一切都按照丁局长的初衷在进行。丁夫人握着我的手，眼中含泪，你丁叔泉下有知，一定会很欣慰。李然，谢谢你，是丁局长教会了我坚持原则，不畏强权。我动情地说，他的精神会一直激励我前进。回家路上，我抬头望着天空，夕阳西下，晚霞如火，映照着整座城市。我知道前方的路还很长，还会有各种挑战和困难，但只要坚持初心，勇往直前，就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我前进的脚步。母亲在家门口等我，看到我的笑容，她也笑了。怎么了？这么开心？妈，我只是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我轻声说，在这个世界上，真正重要的不是职位有多高，权力有大，而是能否坚守自己的原则，做一个无愧于心的人。母亲抚摸着我的头发，眼中满是慈爱。傻孩子，这么简单的道理，你现在才明白啊！我靠在母亲肩上，感受着夕阳的余晖和母亲的温暖。经历了这一切，我知道自己已经成长了很多。无论将来如何，我都会记住丁局长的教诲，做一个正直、勇敢的人，不畏艰难，不惧挑战，坚持走自己选择的路。因为我相信，哪怕前路荆棘遍布，只要坚守心中的光明，就一定能看到黎明的曙光。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